男人因为买不起房，便盘下村口的废弃筒仓改造翻新，不仅配备逼格拉满的私人酒吧，以及舒适宽敞的会客厅，甚至还有360度环绕的观景台。闲暇之余还能约上有女友仔，在户外露台 barbecue， 羡慕的我后槽牙都咬碎了几颗。威廉和亨利之前改造过一个筒子楼，为了能够做大做强再创辉煌，他们又合伙盘下一个废弃筒仓。虽然只有4.2米的开间，但如果卡巴克向天再借500平，那么改造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。他们很快就绘制出了设计图纸，接下来就可以正式动工。首先就是把室内的杂物给清运出去。这棵未成年的小树虽然已在此守护多年，最终也难逃拦腰锯断的命运，所以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。要怪只能怪他当初没选对地方。在开始给室内找平之前，还要先把门槛给敲掉。别看这筒仓已历经100年风雨，但基础结构还是非常的坚固。接着他们拿来激光水平仪标记好地板的高度，就可以拿来砂石进行找平。门口的也同样需要铲平，为此他们还摇来了铲车幼崽。在机械的辅助下，门廊的区域很快就被规整出来，而这几个大石头则暂时堆放在一边，后续可以用来搭建挡土墙。在开始浇筑地板之前，还需要先将水电管道给提前布置好，完事后就可以拿来打夯机，将地面夯实。由于没有屋顶的庇护，室内的墙体经过风吹日晒雨淋，已经长了一层青苔，还要先拿来高压水枪把墙体冲刷干净。冲洗干净后才发现，大部分墙皮已经变得非常的松散，只要轻轻一掰就整片脱落。他们开始对墙体仔细检查，主动排出高空坠物的隐患。毕竟这么大块石头砸下来，那还不得清一块子一块的。再次把地板清理干净之后，就可以铺上塑料膜，绑上钢筋，然后摇来混凝土浇筑。为了节省开支，后续他们并不打算再铺地板砖，于是趁着水泥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在上面开始拓印。之后再把水泥粉给冲洗干净，就能呈现出仿石板的纹理。在等待地板干燥的时间里，兄弟俩也没有闲着，他们搞来一台搅拌机，按照祖传秘方调配好砂浆，然后开始对墙面进行修补。作为村里第一间高级会所，门面还是非常的重要。这项工作看似容易，实则一点也不难，并且他们各种工具和设备是应有尽有，堪比一个专业的施工团队。经过2天半的努力，他们终于把外墙修复完成。来到室内更是战损版，部分石块已经毫无附着力。为了更方便的施工，他们搞来了一台刚好可以通过门缝的小型升降机，继续用砂浆对墙缝进行填补。而一些缺口较大的地方，只能找来石头填充修葺。在兄弟俩的默契配合下，筒仓墙体的修复工作终于完成了。旁边的矮墙也严重破损，后续这里不仅要开个侧门，还要打造一个宽敞的露台。于是他们便开始拿来铲子对这块区域进行清理。这不挖不知道，一挖吓一跳，铲掉上面一层泥土之后，底下全部都是大小不一的鹅卵石。无奈之下，只好再次摇来挖掘机幼崽。他们先把多余的小石块给清运出去，而较大的鹅卵石正好可以码出一道挡土墙。顺势再把露台的区域也给平整出来。接着他们开始修复这扇石墙。为了使石墙的高度与1楼的天花板保持齐平，他们拉好准绳之后，继续用石块往上修砌。在达到预定高度之后，顶部还要浇筑上混凝土。随着筒仓墙体的修复完成，威廉和亨利用3D 建模设计出屋顶，有了详细的图纸，就可以开始对木材进行加工。他们很快就在方木上加工出榫槽和榫眼，而后再搬到宽敞的地方进行组装测试。别说这兄弟俩还真有2把刷子，
工具齐全不说，还对榫卯技术略知一二。拼装好的八角底座很快呈现眼前，接着他们继续加工立柱和船子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同样要先进行组装测试。经过几次调整之后，纯实木打造的预制屋顶总算完成。为了更方便地将屋顶装到筒仓之上，需要先搭建出顶楼的地板作为落脚点。于是他们拿来方木和角马，直接钉在石墙上，构建出地板的龙骨。为了能早日住上新家，他们不惜昼夜加班赶工期。随着龙骨安装到位，就可以拿来胶合板开始密封。由于是圆形的结构，边缘部分都要经过精准测量，之后把木板才切成弧形，才能确保地板与墙体之间严丝合缝。有了安全的落脚点，屋顶的安装工作就方便许多。虽然之前已经经过组装测试，但高空作业难免有些危险。于是这哥俩特地拉来2个工具人壮胆，在工具人的辅助下，他们连夜将底座给安装到位。次日一早再继续屋顶船子的安装。由于木材都是事先加工好的，整个过程就像在拼装一个大型的积木。当所有配件都各就各位后，接口处再打上木销和螺丝钉2次加固。为了防止屋顶被吹飞，与筒仓的连接处还要敲入钢筋加固。随着框架的安装到位，继续拿来木板对屋顶进行密封。为防止被雨雪入侵，还要再覆盖上一层彩钢瓦。在安装玻璃窗之前，四周暂时罩上一层塑料膜过渡。现在屋顶的改造就基本完成了。为了提升筒子楼的逼格，他们还设计了一个直达2楼的门廊。由于之前已经将地板给浇筑好，现在只需加工好搭建所需的木材，就可以正式开始门廊的搭建。为了得到一根直达2楼的立柱，他们先给方木的2侧分别锯出缺口，之后再进行无缝拼接。完事后就可以把立柱给支棱起来，架上的横梁同样是用榫卯连接，不过为了更加稳固，接口处还要打入木销2次加固。在确认达到水平之后，底部才拧上角马牢牢固定好。方木一端锯出豁口，直接卡在横梁上，另一端则直接用角马往石墙上钉，就得到了门廊屋顶的船子。其余的船子也是同样的按部就班。完事之后，再将多余的部分给收拾的服服帖帖，就可以直接铺上木板进行密封。为了提升屋顶的防水，上面先覆盖一层塑料膜，而后嵌入泡沫板绝缘保温，最后再覆盖一层彩钢瓦，与舱顶达到风格上的统一。随着门廊洗封经顶，屋外很快被厚厚的积雪覆盖。时隔多年，废弃的筒仓终于再次拥有屋顶的庇护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对室内进行装修。为了方便上下阁楼，他们先在筒仓开口处安排一个木梯，接着拿来木板密封好屋顶四周的缝隙。考虑到裸露的地板龙骨不太美观，还要拿来木板对地板底部进行密封。由于是弧形的墙体，每一块木板都需要经过精准的测量之后才切出相应的弧度，才能确保达到严丝合缝的效果。这看似简单的工作足足耗费了2天半的时间，上面同样也要铺设上实木地板。完事之后，拿来洗刀在地板中心掏个缺口，接着利用铅坠的原理做好4角定位，这将成为他们筒仓改造的点睛之笔。在搭建2楼的地板时，同样是先用角马在墙上固定好龙骨。随着内部的地板铺设好，他们继续往外延伸，在门廊中间构建出地板的托梁。完事后再铺设上胶合板。随着门廊洗封经顶，他们继续拿来方木开始构建墙体。为了不影响到室内的采光，每一面墙体都要预留出超大的窗框。完事后就可以拿来胶合板密封。考虑到最近经常狂风暴雨，在安装玻璃窗之前，先裹上一层塑料膜就非常的有必要。经过几天的等待，订购的玻璃窗终于到货。于是他们先将观景台的塑料膜拆除，而后就可以直接把玻璃窗给安装上去。由于都是根据窗框量身定制，直接扣上拧上螺丝钉固定好即可。在升降机的辅助下，玻璃窗的安装非常的顺利。次日门廊的玻璃窗也如约到货。考虑到这部分的窗户较大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他们摇来工具人帮忙。
随着所有玻璃窗的安装到位，顺势把门板也给扣上，现在整个统仓就不会再走漏半点风声。接着他们又拿来木板，先给所有的窗框都钉上一圈精美包边。完事后就可以开始密封室外的墙体。自下而上堆叠的木板不仅美观，还可以有效地防止雨水入侵。随着室外墙体的完工，继续转战内部的装修工作。首先利用魔法把实木地板给铺设好。由于铺设的木板都是他们从仓库翻找出来的，看起来是有点陈旧，于是他们拿来打磨机，先对所有地板来上一套实机磨皮。完事后再刷上一层木蜡油，这质感瞬间就提升了好几个档次。在开始密封门廊室内的墙体之前，还要先填充上一层保温材料，接着再用木板进行密封。由于空间有限，通往观景台的梯子只能钉在墙上，而1楼和2楼之间，他们计划打造一个旋转楼梯。于是兄弟俩先将洗好的木材锯成适合的长度，而后再对表面进行精细的打磨。之后就可以对实木踏步堆叠组装，先调整确定好旋转的角度，再给重叠部分一一打孔。完事后就可以用螺杆将实木踏步给串联起来，每往上叠加一层，都要打上几十厘米长的钢筋加固。安全护栏也必须要装上。只见威廉先在方木上打好孔，而后插上螺纹钢连接起来，就可以直接给安装上去。由于旋转楼梯是圆弧形，为了让护栏拥有同样的弧度，还要将螺纹钢给掰弯。之后就可以将护栏给安装上去。能想出用螺纹钢来制作护栏的真他妈是个天才。之前露台的位置已经给平整好，现在只需要围出挡板，然后再绑上钢筋，就可以摇来混凝土进行浇筑。表面同样要拓印出仿石板的纹理，而为了防止后续在使用过程中因热胀冷缩出现不规则裂缝，还要在水泥板上锯出缝隙。冲洗干净之后，就得到了一个宽敞的大露台。由于侧门的落差较大，为了方便进出，垫上2块石板就得到了入户阶梯。完事后继续拿来螺纹钢，在侧门旁安装上一个护栏，再搭建一个篝火坑，摆上桌椅。现在露台区域的建造就完成了。秉承着能自己动手就绝不多花1分钱的原则，所有家具都要亲手制作。只见他们拿来实木板进行拼接，从而制作出吧台的桌面，接着用方木搭建出整体的框架。为了在安装台面时能与墙体贴合，还要拿来硬纸板放养，而后就可以根据模板对台面进行裁切。安装上去之后剪直严丝合缝。由于统仓不通暖气，安装壁炉就非常的有必要。于是他们凿穿吧台后面的墙体，把排烟孔直接给伸出室外，而后就可以把壁炉给安排到位。2楼会客厅同样也要安排一个壁炉。为了提升会客厅的逼格，壁炉的墙体还要钉上木板作为装饰。经过他们一顿骚操作，原本被遗弃在路边的废料就被赋予了新的生命。再将环形茶几以及沙发靠枕给安排上，一个宽敞明亮的会客厅就完成了。顶楼的观景阳台也是同款的环形沙发以及同款茶几。最后再将私人酒吧的设备给安装到位。各种洋酒往上一摆，哪个男人看了不羡慕？考虑到通往观景台的楼梯爬起来有点费劲，为了方便后续往上送酒，他们还特地制作了一个升降器。现在他们的统仓改造就算完成了，闲暇之余约上3、5好友喝几杯，还可以在户外露台开派对。真想把他们赶出来给我的粉丝们住。